人死不能复生，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规律了。但我们设想一下，再往后推100-200年，未来的医学有没有可能打破这一常理，让人类起死回生呢？各位可以把结论打在公屏上面。其实早在20世纪，俄罗斯就有科学家开始动了这个念头，甚至进行了好几次实验。那么这些实验进展如何，结局又如何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那些奇迹般的人类复苏实验。首先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阿列克谢·库利亚布科，就职于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生理研究室。早在1902年2月，阿列克谢就在一只兔子心脏停止跳动44小时之后成功将其复活，于是这就给了他很大的鼓舞，所以他打算继续在动物心脏上重复这类实验。第2年，他获得了一个3个月大的婴儿心脏，这个婴儿在实验前2天就死于肺炎。阿列克谢使用了洛克溶液，这是一种含有氯化钠、氯化钙、氯化钾、碳酸氢钠和葡萄糖的混合物，专门用于保持切除心脏泵血。这个实验很成功，阿列克谢能够使婴儿的心脏恢复生机。1907年，他开发了人工循环技术，可以使被切断的鱼头复活。在1910年至1913年间，另外一名俄罗斯人费奥多尔·安德烈耶夫通过向血液当中注入生理盐水和肾上腺素的混合物，然后对心脏实施电击，成功的使一只触电狗复苏。到了1929年，阿列克谢已经是位有名的科学家，雄心勃勃的他开启了一项重要的实验，那就是复活人类。这项实验被爆出来的时候，简直是惊为天人。试想一下，如果当时这个实验能够成功的话，这不就要改写人类的历史了吗？于是满怀希望的他还邀请了刚刚提到的费奥多尔，还有几名助手一同参加，而他们的实验对象是一名在前一天手术当中去世的男子。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研究小组将男子尸体放在手术台上，并在血管上连接了一堆泵，以便可以将洛克溶液和肾上腺素填充到里面。奇迹还真的发生了，男子的心脏在胸膛里面剧烈的跳动，喉咙里面还发出了哽咽声，就像是临死之前的挣扎声。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助手们吓得都逃离了房间。手术室里面只剩下了阿列克谢和费奥多尔，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男人的心脏持续跳动了20分钟才停止。实验很成功，短短的20分钟似乎暗示了科学发展的一大步。费奥多尔忍不住内心的喜悦，向记者透露，我们已经得到了成功的论证，现在只剩下开发外科医生实际应用的技术了。果然，此次实验得到了社会各界热烈的反应，但不是阿列克谢和费奥多尔想象当中的好评如潮。许多公众都表示担忧，如果死人复活真的成为了现实，那岂不是乱套了？再加上这类实验的对象是死人，完全违背了伦理道德，这就有点难办了。但阿列克谢并不想终止这一研究，于是实验对象换成了狗。他曾经让一只狗中毒而死，然后再成功让其复活。后来阿列克谢再次让狗中毒，几个月后才做复活实验，没想到又成功了。然而阿列克谢担心实验又像上一次一样被泄露给公众，遭到谴责，他不想受到任何干扰，于是他拜访了另外一名著名的科学家，想跟随他一起做实验。这位科学家就是谢尔盖·布鲁霍年科。记性好的小伙伴可能觉得这个名字听着很耳熟，没错，之前我讲过的一期双头狗的实验，这位科学家就是犬类实验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谢尔盖还开发了自动注射器，被称作是世界上最早的心肺机器之一，类似于现代医学的 ECMO。他曾经花了10分钟把狗身上的血抽干净，然后用这个自动注射器恢复了生命。不过另外一边，谢尔盖也听过了阿列克谢曾经对于人类尸体进行过复活实验，于是他也决定亲自尝试一下。在1934年，谢尔盖这次选择的实验目标是一个刚刚自杀的人，但是他并没有得到这名自杀者的同意。在该男子上吊后仅3个小时，谢尔盖就拿到了尸体，他切开了一条动脉和一条静脉，并将它们连接到了自动注射器上，机器不断地从尸体上抽出冰冷的死血，并帮他送回温暖和富含氧气的血液。等过了几个小时后，奇迹又发生了，自动注射器此时嗡嗡作响，原来是死者的身体慢慢变暖了。紧接着，房间里面传出了一个微弱的声音，那就是心跳声。和之前阿列克谢做的实验一样，这名自杀者的喉咙里面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哽咽声。更可怕的是，死者的眼皮猛地睁开了，他盯着周围在他身边的医生们，就像是一个昏迷后刚醒过来的人。但是这次复活只持续了2分钟，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实验结果吓坏了，立即关掉了自动注射器，自杀者也就重新陷入了死亡。试想一下，如果实验没有被终止，接下来这名自杀者又会做什么呢？恐怕没有人能够猜得到。反正他当时肯定是很懵逼的，自己是又被救活了还是解脱了呢？更何况
对于在场的所有人来说，死者复活的恐惧已经占据了整个身体，谁还会有心情继续把实验做下去？而此次实验得到了很大的争议，因为谢尔盖选择的自杀者并没有尊重当事人所在的医院同意，就在他身上搞什么复活实验。虽然家属并不想看到死者自杀的场面，但是谢尔盖的行为无疑进行了2次伤害。科学家们也表示震惊，难以接受。后来谢尔盖也作罢，只能用狗狗做实验了。然而，在谢尔盖进行复活实验之后的100年时间里，许多科学家们对于尸体复活的实验蠢蠢欲动，但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就都望而生畏了。一位神经外科医生还计划过新的复活实验，他简单描述了计划过程，即通过电脉冲刺激新鲜尸体的神经系统，来测试是否有可能将一个头部的脊髓重新连接到另外一个身体上。手术的第一步就是切断脊髓，然后进行修复，再用电或者磁刺激使神经复活。实验效果好的话，死者的运动能力也会恢复，不久后他就能充满活力了。这听着怪瘆人的吧？确实，自打这实验计划流传以来就饱受争议，自然也就无疾而终了。在2019年的4月，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家内纳德·塞斯坦及其同事报告说，他们成功地重启了猪的大脑。实验开始后，内纳德小组采集了屠宰场刚宰杀的32个猪脑，随后研究人员通过向他们灌注含有营养素、氧、血红蛋白和其他成分的溶液，细胞被输送了营养物质和氧气之后，重新启动了正常的代谢功能，比如产生能量和清除废物。一些神经元甚至开始放电，但并没有迹象表明大脑内的协调性电活动有知觉。而且研究小组手头上是有麻醉剂的，以防大脑活动确实表明有意识，但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实验的结果，研究人员成功的在动物死亡4个小时之后重启猪脑。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让神经元复活。猪的大脑既没有生命，也没有意识。然而这项研究涉及到了许多科学和伦理的问题，有一些人还开始质疑这项实验会冲击人们对于死亡的认知。不过这或许能够逆转患者的脑损伤情况。死亡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事情，但看完今天的这些实验，小伙伴们会不会产生新的看法？有了科学家们的努力，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离永生能够更进一步了？当然也不能这么说，如果一些人老死是由于器官衰竭，那么这还得发明出更强大的人造器官或者器官移植技术，才能够实现永生。不过起码对于一些年轻人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故而死亡提供了一定的希望，不过这也是后话了。所以未来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的，毕竟复活本来就已经违背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实现复活，整个地球的生态该怎么办？资源又将如何分配？各位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们觉得视频做得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那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